孟美岐给别人帮唱，自己却成了大型忘词现场，还没有任何的歉意。我的表情和李宇春、吴青峰、华晨宇的是一样的。2018年，在创造101 C 位成团后，孟美岐去到了《明日之子》第2季帮唱选手斯外格。且不说他把周杰伦的《我的地盘》唱得贼别扭，就连最基本的词都没记住。孟美岐的身份是帮唱嘉宾，却以老师的姿态去指导斯外格。当你拿到一首新的歌的时候呢，你要一个字眼一个字眼的去抠它的音，我就这样去练。孟美岐好为人师，可谓是相当敬业，甚至还布置了作业。斯外格练完后，他还要检查。因为我对自己要求很严格，所以我这次也会严厉的要求斯外格。可惜在现场直播中，他忘词了。3位导师的表情耐人寻味，脑子里估计飞快的在转着，这该咋点评呀？我也要特别的想跟斯外格说。感谢你没有受到影响，然后并且你凭借自己的能力炸翻了这个舞台。整个点评环节，孟美岐没有为自己的忘词做任何道歉，甚至是说明，就当没发生一样。反而是斯外格一直在圆，在感谢孟美岐。看节目时，更让我不能理解的是弹幕里粉丝追捧的话：虽然忘词了，但是唱的天衣无缝。忘词了，人家有本事原唱，还咋了？请问哪个歌手没忘过词？大惊小怪，忘词还能顺下来，不是很棒了吗？好吧，这还没完。虽然帮唱的一言难尽，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，到了来年的比赛，刚刚成团1年的孟美岐摇身一变成为了这档节目的导师，和选秀教母龙丹妮以及宋丹丹、孙燕姿、华晨宇站在了一起，捧得这么高，那就更好发挥孟美岐好为人师的品质了。作为唱调女团歌手，孟美岐却以老戏骨的姿态教选手如何演戏。就比如说我深情的看着你，这是深情的，但我是绝望的看着你，就是，就他的眉头是有一点点变化的。一个敢教，一个敢学，选手显然有点懵，但又不知如何回应，只能勉强微笑点着头。作为过来人，孟美岐还用亲身经历告诉学员，自己为了出道有多么勤奋努力。后面的2个月，我几乎每天要么不睡觉，要么只睡30分钟。看看学员们的表情吧，如果孟美岐说的时候没打磕巴，我可能就信了。吉尼斯纪录目前人类最长的不睡觉时间为11天25分钟，其实都不用资料佐证，生活经验告诉我，每天只睡3个小时或许还行，但睡30分钟或者不睡是不是太夸张？别说2个月了，1个星期都撑不了。年纪轻轻就当一总导师是孟美岐走的一步错棋，因为这些选手要么是跟他差不多年纪的，要么是比他资格更老的，比如白兔等。表面看着风光，实则为他埋雷了。2021年天赐的声音中，节目组请了23岁的孟美岐当音乐合伙人。大家都知道，现在节目里嘉宾的称谓都改来改去，虽然叫音乐合伙人，但实际上还兼具评委的性质，因为在他的手中是有不选择飞行嘉宾的权利的。在没什么广为传唱的作品的情况下，孟美岐和陶喆、张韶涵、胡彦斌坐在了一起。周传雄那个时候销声匿迹多年，刚复出，是当期的飞行嘉宾，他的选择是想跟陶喆合作，其他音乐合伙人有抢人的机会，但包括孟美岐在内，大家都没抢。最终陶喆也没有选周传雄，导致周传雄组队失败。于是这个操作就被传成了23岁的孟美岐淘汰了出道33年的周传雄。而后周传雄演唱会常常火爆，每开一次演唱会就有很多网友光临孟美岐的评论区，表达对周传雄的喜爱。时隔3年，孟美岐以8倍速的方式发了节目原片，并再次重申他并未对周传雄做出任何点评。有一说一，孟美岐没点评，也没有所谓的淘汰周传雄是真的，这一点咱也为他澄清一下。但问题不只是孟美岐没淘汰周传雄，还有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坐在那个位置。他能坐在那里，不就是被资本捧着吗？他坐在那里不会心虚吗？当然了，就像我们前面说的，女团选秀冠军出道1年就当了导师，包括后来在我就是演员里和李冰冰互称师徒，还被章子怡发博文亲口夸赞。孟美岐可能就一叶障目了，觉得自己的业务能力已经到了天花板级别，被捧着坐上去的时候，可能还认为自己是实至名归呢。